衣服脱掉。啊什么？快脱！死者在案发前2小时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人进入过房间。房间的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来之前我也调过了酒店周围所有的监控录像，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你谁呀？跟你说话呢。西河百步，你是101的吸毒啊不，西河老师是吧？黄警官，这是林生的助理。哎，你好，是你报的案吗？对。案发前后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入？这个哎，徐老师，这个是案发现场的证物，你最好不要动。西河老师，高山茶，特级洞顶乌龙。没错，这茶很名贵，林老师只有在每次演奏前才会喝它。是用这水泡的吗？是的。东北山泉水质偏硬，砷含量超标，但尚在安全范围内。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水是昨天刚从长白山空运过来的。凡是拉过这个井的人，都是1例外的离奇死亡。民国。变态你！伤口长7.5厘米，宽约0.3厘米，深入皮下组织。受损组织处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长球菌、大肠癌细菌等多种病原菌，伤口附近还有铁锈痕迹，需警惕破伤风感染。另外，以后看清楚了再动手。这把琴我要带走。这儿的物证谁都不许动。哎，拍照。干什么呢？这是把这当新闻发布会场了？里面不允许拍照。来，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边不让拍照。这是案发现场，不是菜市场，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能进来。蓝队，这个是上面派来配合我们工作的。不是。喂，邢队，怎么没有人通知我？现在现场搞得一团糟，这个责任谁来负？南星，你先冷静一下。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局里非常重视，所以临时安排一位毒理学方面的专家来配合咱们调查。邢队，既然这个案子由我负责，那我就有权利保证现场的完整。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这碍手碍脚，这个案子我没法弄。蓝队，喝杯水消消气儿。死者在出事前，这里还有什么人来过？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听陈助理说，他们在上午刚到酒店不久，承办这次独奏会的前景文化经纪公司的一个姓钱的经理来过。钱豪吧？我知道这家公司。走了这么一会儿，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高警官，这就是钱经理。哎，钱经理，这个是我们男队。男队长，幸会幸会。陈助理，死者在案发前有没有出现过
情绪不稳定，例如情绪烦躁、容易激动等情况。我倒是没发现林老师情绪有什么不对，只是今天上午……小陈，我跟老林那是多少年交情，他的脾气我会不知道吗？还不至于为那么一点事儿想不开吧？喂啊，不好意思，请二位配合一下，跟我们回警局协助做调查。没问题，这就让司机安排车子去。你们有多少人，我全包了。不用，我们自己有车。邵阳，把琴收起来，带回局里。好。南警官，这可是一把价值不菲的古董琴，这是本案的关键证物之一，我们必须要带走。西河哥哥，尸检报告出来了。薰衣草香精15克，二甲苯麝香0.5克，氨基香脂2克，乙醇80克，外加微量色素抗氧化剂、甘油和表面活性剂。香料中的微量毒性会被皮肤吸收，引起皮肤过敏，其中的挥发性物质还会对实验数据产生影响，所以以后在实验室不允许用香水。我知道了，西河哥哥。死者因脑部多处血管爆裂，导致脑干、脑室、丘脑等大量流血。以后在实验室叫西河就行。西河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从出血量和出血点来看，死者生前应该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硬化以及高血压之类的病症，但他的病理鉴定结果和生前体检报告均显示，死者在出事前各项生理指标都很正常，而且死者体内以及死者的生前饮食以及现场空气均找不到任何的有毒性物质。也就是说，检测结果不支持任何原发性病症，却又找不到任何外在诱因。目前来看是这样。西河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这些在现场发现的生物样本、死亡时间以及生理解剖症状与死者的非常相似，并且同样找不到死因，毫无头绪。那把琴不会真的有什么诅咒吧？哎，对对，正好找您。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根据钱经理和陈助理的反应，林生他们上午刚入住酒店不久，钱经理就来过，然后林生就把那把古琴拿给他看。钱经理发现古琴上有细微的裂痕，就安排人要过来修复，但是林生怕会影响音质，钱经理就说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可能裂痕会越来越大。林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说演奏会过后就把琴送过去修。后来他俩又聊到了关于续约的事儿，林生没有答应钱豪的要求，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最后好像是不欢而散。林生出事期间，陈助理在对面的901房间，钱豪就直接赶回了前景集团。在案发前后也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他的秘书和2个同事都可以证明。那把琴查了没有？调查了，他们都不清楚。团队，想什么呢？我感觉这案子没那么复杂，多半是死者跟那个钱豪发生争执之后，情绪激动，血压升高，导致脑出血致死。
为什么身体状况这么好的人会突然血管破裂呢？这还不简单吗？阎王让你3更死，绝不留人到5更，这数多半是到站了。我看是你到站了吧？别拿那鬼话糊弄我，这案子没那么简单。就知道吃，赶紧给我去查。拿着。从那把琴入手。认出来了。难道真是那把琴？秦教授，这到底是把什么样的琴？相传300年前，意大利的小城克莱蒙纳，一个疯狂的琴师为了打造一把绝世的名琴，不惜倾家荡产。拼命交加的妻子因走投无路，便在一棵古树上自缢身亡。因无力还债，琴师被债主挑断了脚筋，刺瞎了双眼。悲愤之余，他砍倒了妻子上吊时的那棵古树，7天7夜不吃不睡，终于用那棵古树打造出一把绝世的名琴，取名赛人。赛壬琴。对，赛人在希腊神话中被译为冥界的引路人。琴师他坐在窗前，抱着这把琴，嚎啕大哭。琴师演奏了最后一曲7晚绝唱之后，气血而亡。后来，琴师的亲戚将这把琴卖给了米兰一个叫亨利的小提琴收藏家。收藏家第一次拉这把琴时，便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在此后的300年间，这把琴辗转于数十位小提琴演奏家和收藏家之手，凡是经不住它凄美琴音的诱惑，敢于演奏这把琴的人，都无一幸免，全部离奇的死亡。于是人们纷纷传说，说这把琴是受了琴师的诅咒。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民国初年，这把琴被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带到了上海，以高价卖给了虹口一个姓黄的古董行老板。可不幸的是，黄老板也未能于幸免。抗战时期，这把琴又辗转到了香港，此后便杳无音信了。星河哥哥，喝水。哎，你是不是心情不好？那我给你来一段 Kiyomi 吧。
噔噔噔噔噔 ，kill me，kill me，噔噔噔噔噔 ，kill me。你有病吧？什么嘛，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萌系少女舞蹈，懂不懂啊？没错，萌系少女。悠悠，这都几点了，还不上学啊？哎，看看哥这块万达菲利15年新款，假的。假的，你逗呢？我跟你说，咱这表带编号的，设计师是我哥们儿，瑞士刚空运来的，编号4开头，女士老款。设计师杰恩·吉普森早于08年就去世，而且这款手表全世界只有2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拥有1块，另一块，你帮我看看几点吧。这块得20万。有病！有事说事。我还有啥事儿？过来拿报告呗。快拿走吧，这案子也算仁至义尽了，以后别来找我们了。这谁欺负我家悠悠妹妹了？跟哥说，哥专治各种不服。那你去治治你们的严队长吧。他真治不了，我走先啊。切，我真没跟你吹，他24K 纯爷们儿，谁能受了他呀？那也是吴立西和老师的手下败将。想当年在学校，悠悠，哎，当年走了？去问你们的严队长吧。我倒想问他了，一大早抱着琴就不见人影了。他去哪儿了？去找音乐学院秦教授。让开。按流程，这把琴需要在24小时内交给106要素独立检测。目前距离规定时间还有96秒。这案子我负责，该怎么做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来告诉我。我对这个案子，包括你，没有任何兴趣，我只对这把琴感兴趣。你的兴趣跟我完全无关，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不要来烦我。快去把琴给我拿回来！谢伟老师，这是案发现场中采集到的空心样本化验报告。看上去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啊。把这个拿去化验。瞧你这乱的！哎，这个不错啊。别乱动，当心弄坏了。这可是西河老师半年多的心血。西河老师还喜欢鼓弄这些东西？那当然，这台胆机从电路设计到元件组装，都是西河老师亲手完成的。
光调音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西河老师还是个嗨翻，这琴我咋又弄啥嘞？你个破坏专家！悠悠妹妹，哥这次是没救了。行行好，把我连琴一起拆了吧。行了，闹够了吧？瞧您的德行，西河老师既然能拆开，就一定能原封不动的装回去。这个你拿回去。张丽，这个张丽是谁？张丽，哦，是老贺的妻子。老贺。对，林老师早些年拉的曲子大多是老贺写的。这2年，两人因为演出的事情闹了些矛盾，所以不怎么来往了。这么说，这把琴是老贺的妻子寄给林生的。这个天杀的东西，竟然背着我把房子给卖了，跑到香港去换了那么把破琴回来。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概3、4个月前吧，就刚入夏那会儿。你看是这把琴吗？哦，对，就是这个。老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1个多月了，9月底那会儿。那他生前有拉过这把琴吗？他生前倒是没拉过这把琴，自从得到这把琴以后，他整个人就像中了魔一样，整天待在房间里。哎呀，真是作孽呀！对了，老贺出事那天头午，当时我正在厨房做饭，就听见他那房间好像是有什么动静，当时我也没太留意。后来等我进去，他就……这么说，这把琴是你寄给林生的？是。现在想想，当初他就像有什么预兆一样。他临出事之前，突然跑过来对我说：“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就让我把这把琴寄给老林。”当时我还纳闷儿，这2个人都好几年不来往了，这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子就想开了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坚硬的东西掉到地上？没有啊。啊，就出事那天，
老贺把琴弄掉地下了，可能是就是那时候磕的吧。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老贺是倒在这儿的？对，头冲北，琴就在这儿。你再想想，当时地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就有一些书啊，还有CD，再就有一些乐谱，再就是那把琴了。这不是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老杨，手电给我。这是什么？这个，哦，我想起来了，这是钱经理他们厂子出的什么新产品吧？反正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每次他们出了这个新产品，小李师傅都拿过来让我们家老贺给帮着写测评。这个好像是个录音机啊。我想起来了，老贺出事那天就是小李师傅把他送过来的。他怎么跑到床下的？那可能是老贺出事以后掉到地上，不小心谁踢那里边去了的吧？南队，这个玩意儿坏的挺严重啊。天亮之前把它修好。啊？哦。谢何老师，那把琴的色谱分析报告出来了。我刚看了，各项指标均呈阴性。我看来这把琴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啊。琴没有问题，并不代表用它拉出的音乐没有问题。难道音乐还会杀人？1932年，法国的一首名为《黑色星期天》的死亡音乐，13年间夺走100多条生命。60年前，非洲的一个部落在集体听了一首名为《第13双眼睛》的音乐之后，集体自杀。啊，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些音乐当中应该都存在某些不和谐的音程，而且反复出现，导致听者精神崩溃。你干嘛呢？哥今晚有急事儿。
这是一款性能优越的 HiFi 级录音机。就是专供音响发烧友或者是录音师使用的专业录音机，它可以录制无损的大码率高保真音乐。就这些。这款机器啊，现在已经停产了。当时负责设计的王工也已经离开我们这儿了。怎么可以联系到他？我问问吧。哎，老高，原来我们工程部的王丽，你那还有联系方式吗？啊，离职了，我知道。哦，好，好。这个王工离职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了。他的关系也早就转出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留底。他原来的电话号码现在也打不通了。西河老师，帮我查一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个王丽半年前从钱豪工厂离职后，回到老家成斯坦，在镇上的一个电子元器件工厂做工程师，负责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你熟悉这个吗？
你们来干什么？这是什么？你仔细听听。你们到底要干啥？你再听听这个。喂，马上给我派辆救护车。对，春满街25号。没错，对。不用了，马上通知局里。真他妈闲。这个是在王丽宿舍找到的。我需要几位死者出事前后24小时内，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录像。之前的我们那儿都有，这儿的我先回去调。这就一部监控录像，而且是坏的。现在5点1刻，你去把出事前后2小时工厂周围的监控录像全部都调出来。蓝队，这附近大街小巷地形复杂，你总得给个范围吧？方圆3公里，只要能够通向工厂的，全都要。3公里，蓝队，这案子越来越悬了，你给个头绪啊！让你去就去。得嘞，我这就去啊。
星河哥哥，你又忘记吃饭了。星河哥哥，你的毒又发作了。星河老师，是时候该揭开谜底了。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请大家与我一起揭开这把魔琴杀人的谜底。那么，先请大家听我拉一首曲。西河，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请大家放心，我的实验都是建立在绝对可控之上。西河，你醒醒！西河，西河，西河！不好意思啊，几天没睡，太困了。西河，你在开什么玩笑？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C 屏和 D 屏最大的区别，就是 C 屏有阳光直射，而 D 屏没有。难道说阳光也有毒？阳光当然没有毒，但是经过阳光照射的这些木片就不一样了。这2屏的木片都是从这把赛人琴上取下来的，
这把琴的面板材料非常的特殊，并不是大多数小提琴所使用的云杉，而是一种名字叫做库拉树的神秘植物。这种树木在100多年前已经绝迹。据记载，这种木材中含有剧毒物质，经过阳光照射后会产生剧毒气体，这种毒气可导致吸入者脑部血管在短时间内爆裂，引发脑溢血身亡。这是几位死者死亡当天的天气情况：老贺9月28日天气晴，林生10月23日天气晴，都是晴天。这几位死者死亡当天都是在有阳光直射的房间内，而我平时有着拉窗帘的习惯，就是这一习惯救了我一命，不然我就会跟他一样。哎呀，不愧是吸毒啊！这100年的魔咒就被你这么轻松给解开了，太厉害了！西河，真有你的啊！靠这种单次实验就能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拿出一个分析数据给我看看？我说过，这是一种之前从未发现过的有毒物质，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支持。这种没有数据支持的实验，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假设而已。科学界的很多重大发现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那王丽的死怎么解释？她当时可并没有拉这把琴。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好。我现在就站在太阳底下拉这把琴，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把我毒死。那对，别犯傻，给我让开！你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在乎过别人的死活？今天我要是死了，这案子就结了。好，你拉吧。我们大家不要阻拦他，否则他是不会罢休的。你这也太坑了吧！很多人把真相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们大家先出去。不是，蓝队，蓝队，蓝队。钱经理，醒了哪些？这是怎么回事？我靠，神器，秒杀！这就是凶手所使用的一款次声波发射装置，它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定向发射8到12赫兹的次声波，而这一部分次声波频率正好与人脑中的阿尔法节律完全相同，所以当它作用于人脑时，就会引起脑部共振，造成血管爆裂。前景集团，一家音像出版公司，一间音响器材厂，还有文化经纪公司，旗下签约有老贺、林生等顶级音乐家。半年前，老贺合约到期，上个月底，林生合约到期，2人均选择拒绝续签。如果他们改签其他的公司，你公司的业务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他们死了，
你所拥有的作品版权价值将会成倍的增长。所以你早就谋划要除去这两个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直到王丽研制出了这个。而老贺从香港带回来这把充满传奇色彩的3人琴，更是让你的计划趋于完美。当我最初拿到这把琴的时候，我发现琴颈的背面有一处细微的裂痕，这一处裂痕明显是新增添上去的。我推测是林生拒绝续签之后，在林生那儿看这把琴的时候，你暗中用力压琴颈，造成交替开裂，所以你以修琴为由要带走这把琴，而林生担心修琴之后会对琴声产生影响，所以你料定在修琴之前，林生一定会重新演奏一遍。林生出事后，你和陈助理的嫌疑最大，但是你们又都拥有不在场的证明。直到那天，我去了前景集团才发现，原来你公司对面就是海滨度假酒店，而公司的会客室面对着的正是林生入住的那间房间，直线距离不超过1000米。老贺他自己每天都在想着，要用这把绝世名琴演奏出自己新创作出的曲子，所以，当你把新研制出的录音机送给他时，你知道，他一定会按捺不住。可是机关算尽的您，还是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细节，就是这款录音机的拾音频响范围是10到3万赫兹，这台录音机恰恰录到了其中10到12赫兹这一部分次数，而就是这一小小部分的次数，就是我解开疑团的关键。说来也巧，这一部分次声波是在我用专业音频测试软件对老贺的那段录音进行检测时意外发现的。当时我还以为是琴声里面本来就有，但是后来，当我用那把琴反复地拉出老贺的那首曲子进行检测时，却无法检测出任何的次数。直到后来，我在王丽的资料箱里面找到了这一份图纸，我按照这一份图纸造出了这么个低配版的次声波发射器。它的发射功率比你那个低很多，有效范围也只有100米左右，但是我想已经足够了。你知道我们去找王丽，所以你暗中杀人灭口。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都拍到了这辆车，我就知道你会认罪，所以故意安排这场实验，让你自投罗网。快点！我已经将发射模式调至扩散状态，我动一动手指，半径1公里以内所有的生物都将玩完。赶快放下，否则我就开枪了。好啊，那就看看我们谁的手更快。别动，再动我按了。冷静，有话好说，好吧？我告诉你们，到今天为止，我所做的一切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你们一定以为我是为了钱而杀人，你们都错了。其实我对钱没有半点兴趣。这些年来，我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新产品的研发上。我只想让所有人都听到这世上最纯净、最美妙的音乐。这样的音乐可以涤荡人的灵魂，可以洗掉这世上的一切肮脏和罪恶，可以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你害死这么多人，还在这谈什么净化灵魂？你们看看那个老贺，他甚至已经写不出一首令自己满意的曲子。
仅剩一个残破的躯壳，多活1分钟都是痛苦。我替他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在美妙的音乐中，他的灵魂才能安顿下来。林生，贪婪、自私，这些已经掩盖了他所有的才华。我已经答应给他唱片公司1半的股份，他还是不知足，竟然要跟国外的什么狗屁公司签约。我只想把最好的音乐留住，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他逼我的。还有那个白痴，即使有一个绝顶天才的大脑，也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连最基本的生存法则都不懂。除了他擅长的领域，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那份图纸的巨大价值，他的那份发明有什么巨大意义，他一概不知。这样的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我用他的发明让他得到了解脱，这难道不是他的宿命吗？还有你们一个个沉浸在自己狭隘的世界里，麻木不仁，随波逐流，执着于自己那份狭隘的追求，得不到痛苦，得到了还想要更多，终日痴迷妄想，患得患失。咦，所谓的毒理专家，他们狗屁！你以为靠你那些无聊透顶的研究就能普度众生吗？你以为靠你实验室里那几瓶破药水就能消除芸芸众生内心的巨大毒瘤吗？还有你，哼，是不是以为靠你手里的那块破铜烂铁就能铲平世间的一切罪恶？你们他妈的都太天真了！世间有万般毒，我就会努力找出1万种解药。机体有毒尚可以解，但你灵魂中毒，恐怕已无药可救。哼，好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毁灭吧！喂。正在发送一级警探，立即归队。好。指甲油中的邻苯二甲酸酯会妨碍正常的荷尔蒙平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殖损害。发胶中的丙烯酸丙烷属于高危易燃，频率明火，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口红中的苯胺含量高，会有致癌的危险。
世间万物皆有毒性，没有绝对有毒的物质，同样，也没有绝对无毒的物质。谢和老师，按您这说法，音乐也有毒性？当然，声色犬马毫无例外。这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是一种古老的毒药。它的致死量为60毫克。同时，它也是一种保健品。19世纪，匈牙利边境的农民把它当成滋补品，长期使用。这个我想大家很熟悉，氯化钠，也就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食盐。当温度超过400摄氏度时，食盐里面的抗结剂就会分解成为剧毒的氰化物。